曾经刘宇宁亲口说过，一念关山会有圆满的结局。我说一个这个剧透的一个东西，就是 HE。如今看完超前点播的人，全都泪流成河了。逗你的。曾经只要刘宇宁的 BGM 一响起，每部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就会有所进展，有他在就是 CP 粉的好日子，所以他有个外号叫爱情保安。如今刘宇宁当了男主角之后，却彻底变身死亡使者，在剧中一开口唱歌就送走一个角色，甚至连他自己演的宁远舟都没放过。说好了和刘诗诗演的任如意一起生孩子，都挣得了一个备孕男的名头，到头来竟然是一场幻觉。所以就问你，宁远舟是不是今年最狠又最惨的男主吧？宁远舟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曾经他在和任如意半夜不睡觉爬上屋顶，一边吹冷风一边聊人生的时候，用了这样的3个词汇：心狠手辣、幼稚、缺德。听上去是不是很不靠谱，很不像一个好人？如果你全信了，那么你就被他骗了。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其实这3个形容词可谓是既准确又不准确。为何会这么说呢？首先概括下宁远舟的人生轨迹，他作为吴国最高情报机构6道堂的堂主，奉献出了20年青春的全部智慧心血，构建了一套严密且运行高效有序的特务系统，对内有效维持统治秩序，对外还能刺探出安国皇帝每天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结果实际掌权的宰相为了捧自家侄子，把宁远舟关进大牢严刑拷打，直接窃取胜利果实，再把他发派到前线战场当炮灰。宁远舟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准备退隐江湖，他那些战死沙场的好弟兄们却被污蔑通敌卖国，于是他不得不为了一纸血冤诏，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安国去营救被俘虏的吴地，最后又为了救情敌万箭穿心而死，实在悲情。用现代职场的话来说，那就是宁远舟本是把公司做大做强的创始元老之一，兢兢业业卖命了20年，却一朝被废柴关系户一脚踢到了流水线上干苦力，落下一身职业病，刚想退休养老，种花钓鱼。我现在呢，只想找个山明水净的地方，再多活2年。结果又为了替同事打抱不平，被真正的大领导穿了小鞋，被迫参与到了与竞品公司的残酷斗争中，一直加班工作到躺进太平间。21世纪的打工人都听不得这么悲惨的社畜故事。1个字惨，2个字好惨，3个字惨惨惨。再提一点，宁远舟身为一个社畜，到底有多敬业呢？他毒气攻心，又被偷袭打到吐血，都快要挂掉了。结果他获救后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下属安排好后续工作，确保整个团队正常运行。还有任如意假死，他不知道就准备殉情，在赴死之前，他也要首先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绝对不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还会在团队成员犯错时自己主动背锅挨打，理智的可怕。他真的，我哭死！996打工人真是看得好心酸，只想向刘宇宁许个愿，希望自己以后的工作都能遇到宁远舟这样的搭档。不过说句实话，相比敬业社畜，还是一天想退休800次的宁远舟更令人着迷。所以你说他心狠手辣吗？确实，宁远舟能从最底层的地狱道爬上来，成为6道堂史上最年轻的特务头子，没点心机手段是不可能的。本来地狱道就被称为苦难之最，想要升职加薪更是难于上青天。可以想象宁远舟一路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但凡心智有一丝动摇，早就活不过第1集了。但是他的狠心和手段都是用在敌人身上的，并且基本上都不是为了他自己。比如面对关系户的挑衅，无论自己被如何羞辱，宁远舟的反应都是云淡风轻，一脸笑眯眯，大概想着反正自己都要退休了，没必要和无关紧要的人浪费口舌。不过关系户打翻了前任老堂主的灵位，那就不能忍了，必须一个反手就刺穿他的脖子，让他血溅当场。一念关山的反派也挺惨，通常都活不过2集。其实宁远舟就是心软的神，不然也不会为了兄弟放弃自己避世隐居的计划。在任如意面前，宁远舟的心更是如水一般温柔，甚至甘愿被他刺上一刀。我赌你舍不得。为了哄老婆大人开心，本来他是要带任如意去买首饰的，没想到任如意倒是给他买起了衣服，让他体验了一把小女生被打扮时不停换一套又一套衣服的辛苦。宁远舟也不管大男人还要不要面子，开心玩起了奇迹周周。特务头子爆改1.9米小娇夫，他是懂什么叫情趣的。本来是打算给他买点东西的，但没想到人家玩的比我更明白。现在大家知道宁远舟有多心软了，那么他幼稚吗？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就像任如意在青楼里和一群美人妖童饮酒作乐，宁远舟明明心里已经打翻了800个醋坛子，但为了证明自己也有一手讨得老婆欢心的本事，立马现场表演一个倒酒杂技，不服输的样子，孩子气得很。但纵观全剧，再也没有比宁远舟更加情绪稳定的人了。每次危机当前，别人要不顾一切去战斗时，他总是在冷静计算如何做到最大程度的减少伤亡，尽可能照顾到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大家才会说宁远舟是关山小分队的天选男妈妈。
在爱情里，她也深知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应该是怎样的，学会尊重另一半的想法，并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对宁远舟来说，为爱发疯，认为爱情高于一切的男人只存在于话本里。没人喜欢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作为团队里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宁远舟确实不是如今市面上流行的扭曲病娇或者阴暗爬行的疯批人设，他太难发疯了，有点像韩剧《爱的迫降》里玄彬演的男主，永远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永远在问题出现时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拖泥带水。不过一念关山也没舍得放弃这么吃香的人设，所以安在了任如意的徒弟李同光身上。他是真的疯，知道任如意有了新爱徒，他第一反应是把师妹杀掉，只为了师傅能多看自己一眼。接着囚禁情敌，再加下迷药强娶师傅，被德感直接拉满。很多人是好这一口的，毕竟健康的爱情固然愉悦，但贝德的激恋尤其刺激。一般情况下，宁远舟自己不疯，他也没法眼睁睁看着别人疯得厉害，所以直接上演抢婚大戏，现场教李同光做人。已经心有所属的师傅只能敬不能爱。虽然老婆差点被抢，但他还是因上战场救李同光而被扎成了一朵太阳花。李同光忍不住喊出的一声师丈，是宁远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的。所以这样一个心软又深情成熟的人说自己缺德，只能让人怀疑宁远舟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他可是著名的有德之士，尤其手难得。面对任如意打算霸王硬上弓生出个人小船来，宁远舟是拒绝的。堂堂法治社会，怎么能出现强抢民男这种事呢？面对金媚娘的撩拨调戏，宁远舟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自愿要当人小船的爹了，是有感情洁癖的，不能对不起孩子他娘。你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我孩子的娘，她会不高兴的。为了让人小船健康出生，宁远舟的备孕之路还真是慎之又慎。中了迷药不行，受伤流血也不行，余毒未消更不行。一个会说自己肾不好的男主也是蛮少见的。但我现在肾气不足，就算一次侥幸成功了，还是有可能先天不足的。这也说明宁远舟是懂得拿捏分寸感的人，他知道决定是否生一个孩子需要更多的理智和责任。备孕梗也是出圈了，刘宇宁本人还会被记者劈头盖脸的追问宁远舟的备孕进程。这备孕是你最正经的事情。给我来个男宝宝，快点男宝宝！宁远舟的清醒让他选择了去救李同光，最终迎来了让人哭到断气的结局。所以自始至终，他都是那个心软又重情的宁远舟。其实宁远舟的结局早早在他刚出场时就埋下了伏笔。从战场的尸体堆里爬出来，决定抛弃过往人生那一刻，他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所以合理怀疑，刘宇宁所说的幸福结局，难道指的是吴国和安国停止打仗，两国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吗？剧中的宁远舟一心只想退休，戏外的刘宇宁却会劝导粉丝，年纪轻轻，谁不努力谁后悔。回顾他的演艺之路，大概努力这个词和幸运一样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当过厨师，摆过路边摊，做过酒吧驻唱，然后赶上了网络直播的风口，开始唱歌秀才艺加聊天来吸引关注。虽然起初在室内直播收效甚微，但开启户外直播后，凭借在街头翻唱一首《讲真的》，积累了超过3000万的粉丝。讲真的，会不会是我被鬼迷心窍了？所以踏上演员赛道之前，刘宇宁就已经是个自带流量的大网红，但依然不算出圈。网红的身份也为他引来了很多争议，比如他被官宣成为一念关山男主时，曾令粉圈大地震。因为有人觉得论起咖位，刘宇宁和刘诗诗完全不匹配。毕竟在转型演员的5年时间里，刘宇宁并未演过真正意义上受到大众认可的男主角。就连那个让他第一次成功实现破圈的角色《长歌行》里的浩都，他演的也只是配角，平均每集戏份大概只有5分钟，其余时间大家都在看主角迪丽热巴和吴磊谈恋爱。说起浩都能够圈粉的原因，一是人设讨喜，有种前期冷面杀手后期暖萌小狗的反差感，所以粉丝给了他一个昵称叫皇家战狼。二是 CP 好磕，阴郁冷血侍卫独宠娇柔小白兔软妹的桥段，又拽又纯情，真的让人难以抗拒。同时刘宇宁的原声台词也是正面出圈的存在。他喜欢你，他一直很在乎你的感受，你的想法，你舍得让他难过吗？以前刘宇宁演配角，观众的审判力度可能没有那么大，如今他演的是主角，所受到的关注度和舆论待遇又是另一个不同的层面了。大众审视宁远舟的目光都多了几分挑剔，从他的颜值到演技再到私生活，都有了更多不同的声音，让他大半夜正敷着面膜都要起来回应热搜传闻。我要是接了这个活呢，骂两句吧，应该的。但问题我连本子都没有收到，也要骂我，为什么？刘宇宁这种回应的速度和敢说的程度，
是他内娱活人称号的起源。其实他在当演员的同时，也并未彻底放弃直播的老本行，经常一播就是4、5个小时，到半夜才下线，因此江湖人称熬鹰式直播。他不仅擅长熬鹰，还擅长把直播变成单口相声小剧场，留下过不少经典段子，主打一个祸从口出。直播是有直播的魅力的啊，讲究的就是一个这个祸从口出。粉丝时不时就会翻出珍藏的宁哥笑话集，调节一下自己乌烟瘴气的互联网生活。比如有人冒充刘宇宁在外网用英文和粉丝聊天，他会提醒粉丝清醒一点。他也太瞧得起我了吧，他也，你宁哥有那个英文水平，我还用等今天吗？再比如某年春节，他是在剧组过的，当导演来找刘宇宁说大家要一起吃年夜饭时，他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咋了？想让我炒俩菜吗？其实人家只是想找他表演节目，不过他厨子的 DNA 根深蒂固了，属于是。不仅宠粉方式是内娱独家，据说有次刘宇宁赶飞机，有人让他帮忙捎带一份快递给在另一个城市接机的粉丝，结果他真的当起了快递小哥。连宠粉发言也是与众不同的啊，就是有些人追星必须要跪着追，我这边不需要，我这边就是站的，你可以跳起来打我。刘宇宁这种欢乐喜剧人的特质，让人觉得他在《终极笔记》里演的黑眼镜身上那股活泼劲儿，就来源于他真实生活中的样子。目前他和赵露思二搭的《珠帘玉幕》正在拍摄中，这部剧开拍前并不被看好，就不知道成片质量如何了，也不知道他到时候能不能靠演男主来把谐音的顶流变成真正的顶流。还有一个很想知道的问题是，宁远舟在安国潜伏时究竟做的是什么营生？明面上的身份是什么？有没有人能来解答一下？你在安都潜伏的时候做的什么营生？不能说啊，这真不能说。谢谢观看，敬请期待下期视频，再见。